Hello. It's Rose. Sorry, hello? I said it's Rose. Speak up, please. 这是罗德，又名战争机器。 I'm only gonna say this once. Get out. 这也是罗德，同样叫战争机器。前者由奥斯卡提名奖泰伦斯·霍华德扮演，后者由奥斯卡提名奖唐·钱德尔扮演。或许大家都快忘了这位角色共有2名演员出演过，因为在许多粉丝的脑海中都对唐·钱德尔形成了一种肌肉记忆。其实，在第一部钢铁侠电影上映后，泰伦斯很快就被取代了，但你可能不知道其中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为了让大家更清楚情况，今天我们就来细说一下具体的原因。众所周知，钢铁侠系列里除了托尼·斯塔克以外，还有一个核心角色，没错，就是他的挚友罗德上校。这个人物可以算得上是男2号。在第一部钢铁侠拍摄时，罗德上校也是最早确定下来的角色之一。那个时候，泰伦斯不久前才刚夺得了影帝提名，事业正在高速发展。漫威也正是看中这一点，所以邀请他来担任战争机器这一角色。这里得跟大家多提一句，当演员获得关于奥斯卡的奖项时，他们对于项目的价值会显著增加，相应的片酬也会随之增加。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演员挤破脑袋都想成为影帝的原因。当然，还有一些原因是因为获得了影帝会带来很多声望以及项目，所以在钢铁侠1开拍前，泰伦斯的片酬被设定在350万到400万美元左右，这使他成为这部电影中片酬最高的演员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他的总工资实际上比小罗伯特·唐尼的6倍还多，因为当时唐尼处于一个边缘演员，而且有前科在身，所以导演打算让他来出演钢铁侠时，遭到了漫威高层以及发行方的强烈反对。根据泰伦斯后来的说法，他在当时是站在唐尼这边的，并声称钢铁侠这个人物，唐尼是最适合的演员。于是，在导演跟男2加上漫威影业 CEO 凯文·费奇3人组的力保之下，唐尼也得以成为主演。尽管他当时的片酬只有50万美元左右，但等钢铁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后，唐尼得到了影评人和影迷的一致好评，最终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大且最成功的电影宇宙。像这种情况，演员的片酬通常会得到不错的提升。有传言称，小罗伯特·唐尼拍第2部电影的片酬为1000万美金，相当于加薪2000%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能拿到票房总收入的股份。而另一边的泰伦斯却没有这么幸运，他第2部拿到的报酬实际上要比预期的低很多。漫威最终只给了他100万美元的片酬，这远远低于泰伦斯为续集设定的800万美元片酬，甚至比第1部还要低得多。按理来说，钢铁侠1大获成功，到了第2部应该片酬要上涨，而且漫威还找到了迪士尼这位金主，但最终为何却降了这么多呢？并且漫威还回应得相当霸气，并说道：“这部电影成功的关键不是你，爱演不演，有你不多，没你不少，就算没有你，第2部钢铁侠电影照样会成功，懂吗？”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成这样的呢？有传言称，是因为钢铁侠的导演乔恩·费如对泰伦斯的演技不满意，这也使得拍摄时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在后期制作和补拍上。从经济的角度看，如果电影公司根据演员的声望来支付额外的钱，那么他们希望这个演员在电影中会有比较完美的作用，并且还能够用于未来的市场营销。再加上泰伦斯的脾气本来就不是很好，根据外网的一些报道，在钢铁侠拍摄时，泰伦斯就因为自己的脾气让导演以及一些工作人员非常不满。如果他继续留下来的话，那么第2部的编剧和导演就会削弱战争机器的戏份，同时片酬也要降低。简单点说，就是逼着他走，这样一来就不用赔偿违约金。之后的事情大家也知道，两者无法谈拢，所以泰伦斯因此退出了漫威宇宙。最终该角色被唐·钱德尔取代，他很愿意以100万签约，在钢铁侠2中扮演战争机器。 Think I'll take it. Which one? All of it. 从那以后，有传言称唐·钱德尔在漫威工作中共赚了大约4000万，并且他还在猎鹰和冬兵中表现出色，而获得了艾美提名奖。另一边的泰伦斯在退出漫威宇宙后，曾多次采访都公开对这件事情感到愤怒。他声称漫威这种做法很不道德。不过对比漫威，他还表示自己更加怨恨一个人，没错，那就是小罗伯特·唐尼。因为在拍钢铁侠1之前，漫威是不准备以任何价格雇佣唐尼的，但后来泰伦斯还自愿减少100万片酬来为他担保。然而现在自己有难，却不见唐尼站出来说话，可见他是有多么无情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泰伦斯也越来越沮丧。在钢铁侠1上映后的几年里，大家几乎可以把泰伦斯的挫折与漫威电影的成功直接联系起来。这些电影越成功，他就越在媒体上猛烈抨击漫威。 Is there any chance you come back and do an Avenger film? 2013年，复仇者联盟的票房收入为15亿美元，而此时泰伦斯再次走上媒体，并更坦诚了一些。他说自己在好莱坞遇到过最糟糕的事情，就是钢铁侠扼杀他的职业生涯。Was Iron Man killing my career? 在另一次采访中，泰伦斯甚至更进一步地说，实际上是小罗伯特·唐尼拿了本应该给他的钱，并将他从漫威中踢了出去。意思就是漫威把泰伦斯的片酬挪给了唐尼。由于泰伦斯受不了这个气，最终离开漫威。讲这个我并不是抹黑唐尼，反倒觉得他的做法非常聪明。泰伦斯是由于表现不佳才被降低片酬，然而唐尼对这一切保持沉默，是因为他不想再次毁掉自己的未来，因为他之前有过前科，几乎被剥夺了全部的机会，所以加入漫威对他来说是一生一次的救赎。当然，后来两人之间的关系还是缓和了。归根结底，电影公司的工作是创造最赚钱的电影，
这些电影的预算非常严格。以泰伦斯为例，如果他继续留在漫威，那么会是一个影响力较小但片酬却很高的角色。更换他无非是一个商业决策，能为公司节省数千万美元，漫威肯定会去做。尽管屏幕上的演员有的是一线明星，但如果他们一旦签署了这些合同，那么就是公司的员工。总的来说，漫威想换人很简单，也有很多种办法。所以还是那句老话，在好莱坞这些斗争里面，笑到最后的永远都是资本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还想听什么故事可以告诉我，咱们下期见。